是米六，今天要来聊女生常见的烦恼——水肿。我记得我刚开始拍 YouTube 影片的时候，有时候是早上拍，摄影师就会看着我说：“你脸早上好肿。”然后我看录的成果，天哪，那根本就是米糊啊！所以今天就要来分享我自己尝试过觉得有效的5个消水肿方法。首先给我30秒，快速了解一下什么是水肿。水肿是身体某些部位发生浮肿跟肿胀的一种生理现象，容易发生在我们的四肢、脚踝、肚子跟脸。大部分的水肿是因为饮食跟生活习惯所引起的一种短暂现象。通常可以透过调整吃的东西跟作息就可以获得改善。那这边我提供一个粗略可以判断水肿程度的方法，我可以用我们手指指腹的这个地方按压你怀疑有水肿的部位10秒钟。那如果正常没有水肿的话，你手一离开按压的地方，皮肤就会马上恢复原状。那如果你离开按压的地方，皮肤没有马上弹回来的话，那就是有水肿的现象哦。接着呢，我们就用皮肤凹陷的程度跟回弹的时间，初步判断我们水肿的严重程度。轻微水肿就是我们用手指按压水肿的部位10秒钟之后放开，你会看到一个浅浅约0.2公分的凹陷，并且只花1秒钟它就会回弹，那这就属于轻微的范围。中度水肿就是凹陷约0.4公分，需要花约5秒才会回弹。非常严重的水肿的话，凹陷会将近快要1公分，而且需要花20秒之后才会回弹，这时候你一定要马上去看医生。好，那知道自己究竟是单纯变胖还是水肿，水肿的严不严重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就要来了解为什么会水肿呢？很多人觉得水肿就是喝水喝太多，那我就少喝一点水就不会水肿啦。对，其实喝水喝太少才会导致水肿。水肿跟水分的摄取没有关系，而是因为我们身体组织间的液体调节失常。正常一天摄取2000到3000 cc 的水是不会造成水肿的，所以反而是需要多喝水帮助身体把钠排出体外的。然后久坐或久站缺乏运动都可能因为局部循环不良而造成水肿，因为我们身体是透过淋巴管在输送体液的。那如果长时间同一个姿势的话，淋巴的循环就会变差，循环变差就会怎样？就会水肿。所以上班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要藏起来多走动，下班之后也要好好规划自己每周的运动频率跟时间。然后蛋白质摄取不足也会水肿。我们身体里面有个成分叫做白蛋白，它是负责将水分抓在血管里面，让水分不会离开血管壁进入组织，造成组织液过多。体内组织液过多会怎样呢？对，就会水肿。另外荷尔蒙剧烈改变，服用药物或是疾病也会造成水肿。如果你发现你水肿的情况很严重，最好就去医院找医生评估哦。那我自己其实尝试过很多坊间流传的消水肿方法，有的有用，有的根本没有用。接下来我就要分享5个对我很有效的消水肿方法。第一个急救型解决法，玫瑰茶。很多人说喝咖啡、喝茶，或者是有一阵子很红的薏仁水或红豆水可以有效的消水肿，可是我都没有特别有感觉，就玫瑰茶对我特别的有效。但是玫瑰茶虽然可以消水肿，却让我觉得有很困扰的副作用。它会同时让我的肠胃疯狂的蠕动，然后我的肠胃就会严重的胀气，除了很多瀑布气体需要排出之外，还会一直拉水便。如果是学生的话，可能还可以应付这样的生理状况。那上班的话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呀！难道打卡完之后就一直躲在厕所里面大便当薪水小偷吗？如果你跟我一样，肠胃平常就容易有胀气或者是消化不良的问题，还是建议不要轻易尝试用玫瑰水来消水肿。那如果你想要尝试用玫瑰水消水肿的话，切记不要泡得太浓，也最好避开太繁忙的工作行程哦。第二，物理型解决法，抬腿或压力袜。上班长时间的久坐跟久站之后，我都会习惯在睡前把脚抬高靠墙，让双脚的血液回流。每次抬个15-20分钟，放下来之后都会有一种脚都轻松了起来的感觉。另外有一阵子我很热衷跑步，但是每次跑完小腿肌肉都会超紧绷，都会结成一球，然后我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把小腿的肌肉慢慢伸展拉开。后来我就发现穿压力袜效果真的蛮好的，跑完1小时，袜子一脱下来，小腿的肌肉都还是软软的，没有紧绷的状态。只是压力袜在穿脱上有点麻烦，在穿脱之前都建议先抬腿的至少5到10分钟，让末梢的血液回流之后，再从脚慢慢的往上拉。切记睡觉的时候不要穿压力袜，而且要
要慎选适合的尺寸和压力，不然过紧的话反而会影响下肢的血液循环哦。第三，预防型的低盐饮食，这是我一直以来觉得非常有效消水肿的预防方式。尤其每次拍片的前一天啊，我绝对不吃泡面，也尽量不吃太咸的东西。如果前一天宵夜吃麻辣牛肉泡面，你还把汤都喝光光的话，隔一天起床照镜子，你一定会看到面包超人版的自己。如果不确定钠含量的话，可以看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。有些食物你以为它不是高钠，因为它吃起来没有让你觉得很咸，但事实上它就是隐藏高钠的食物哦。像是白吐司吃起来几乎没有味道，但是2片半的吐司也有超过600毫克的钠含量哦。其他像是零卡果冻、早餐谷片、运动饮料或是蔬果汁，也都是应该多多注意钠含量标示的食物哦。第四，多摄取蛋白质，足够的蛋白质摄取，也就是补充白蛋白。这种方法虽然没有办法在水肿已经发生的当下产生急救的效果，但是它能够做好避免水肿的预防工作。我每天除了喝高蛋白饮之外，3餐我也会尽量吃1个巴掌大的肉。1个巴掌大的肉呢，大概就会有20克左右的蛋白质含量。那我最常备在冰箱的肉品有舒肥鸡胸肉、牛肩肉、鲑鱼、虱目鱼跟青鱼等等。第5，运动，多运动可以促进我们淋巴循环，可以改善因为循环不佳而造成的下肢水肿。我记得我以前坐办公室的时候啊，每天准时下午3点之后，我肚子以下就会开始膨起来，等到下班回家，我双腿都已经肿胀到非常不舒服的程度了。但是自从有很规律的运动习惯，上班的时候也提醒自己要常起来走动，不要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，就真的改善非常多。好，结束了。大家其实平常就可以进行低盐饮食，并且摄取足够的蛋白质。最重要的是维持规律的运动习惯，一起为了更健康的生活努力跟坚持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快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。频道上还有更多健身相关的影片，都可以从这边点进去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